今天我们来到欧洲，我们主要来讲两个地方，一个地方是德国，德国纽伦堡这边，还有一个地方是我们把地图拉上来，还有一个地方是芬兰，赫尔辛基，赫尔辛基下面的应该是图苏拉。而这两个地方呢，大家应该能猜到，我今天要讲的是谁了，就 HZ， 就是这家机器。这家呢叫 Hetzner， 主战场应该都是欧洲这边，是性价比特别好的 ARM 架构的。这个 ARM 架构呢，普遍要比英特尔、AMD 这些架构要便宜。这边是这样的啊，我是用的群里的摸把手的账号。这家机器呢，在国内网络是直接可以访问的。我这边是用163用 Paper 注册了一个，结果呢，人家给我清退了。你看到还给我提示你这个证件无效，这个很尴尬。我们用国内的 IP 直接注册就可以了，真实的证件，因为欧盟这边所有的欧洲的云服务器厂商呢，都是需要提供相关证件，护照啊、身份证啊都可以。刚注册账号呢，肯定是通过国内肯定是可以注册成功的，但是你要提交身份，提交身份后，人家审核完你的号有可能就是无效的证件之类的。这个页面呢，就是你提交证件的流程上的页面，等待工作人员给你人工审核。我这边的话，一天就告诉你你的证件是无效的。那所以这个包括 OVH Cloud 欧洲市场份额也是最高的了，他家审核也是比较严格，当然品质呢是非常有保障的。欧洲机器性能普遍比亚太、美洲这些机器要好，小伙伴感兴趣的不妨可以去尝试。如果你觉得我给欧盟提供我的真实数据我不太放心，那 OK 啊，你可以找群里的摸把手。如果你运行一些高质量的电商、海外游戏服务器、集群啊这些，你都可以去考虑这一家。所以最近呢也突然火了，玩的人突然多了。那我现在就用摸把手的这个号跟大家做演示了。那我这边创建了一个组，这个组里头进去呢，我开了一台芬兰的机器，这个是一个 IP 赫尔辛基在芬兰。这台机器呢开了以后呢，它是会给你发邮件，就类似这样的一封邮件啊，会告诉你的 IPv4、IPv6，还有你的用户名、你的密码，这样的你就可以通过 SSH 的方式连接了。这个密码呢不是你真正使用的密码，这只是一个初始密码。到这边了，你把你的初始密码输进去，然后你可以创建一个新的密码，这个是强制创建新密码。所以每一回我开小机的时候都得找摸把手。摸把手呢一般会出没甲骨文白嫖群，识别这个标识就可以了啊。然后我这边呢开了一个 CPU 2核心的40G 的硬盘啊，现在已经花了几美刀。我在这边可以创建服务器，有5个区域可以选，两个德国的纽伦堡和法尔肯坦斯，美国西部、美国东部，这两个都不是它的本土主战区。芬兰、德国是两个比较这一家厂商机房主力推的地点，系统也是比较精简，大便12，乌班图的22.04，这边呢就是共享的，我们一般用的话就用共享的就可以了，是支持 X86 的、英特尔的、AMD 的它都有。看一下价格，1核2G 的20G 的硬盘是3刀左右。它这家呢是按小时来算的，所以也是类似 Do、Virtual、利诺德这些厂商收费模式。带宽呢是20T 的出站流量，所以下载东西啊、做资源站也都可以去考虑这样的。ARM 的机器呢是最划算的，3点几刀2核4G 的就已经能拿到了，40G 的20T， 关键是流量。下面就不用选了，你直接开机就行了，等邮件就可以了。这边做了个博客呢，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机器的一个情况。它整体的解锁呢不算特别好啊，奈飞这边它是不解锁的，但是 ChatGPT 它是解锁的， Spotify 它是解锁的，就是一个听音乐软件嘛。这个也是海外比较流行的。它的 CPU 呢在我们这边算是中上，当然甲骨文云呢是一个变态的存在啊，它跟甲骨文的 ARM 其实是差不多的，单核的，这个多核的跑分。当然回程的线路呢是比较普通的，回程的电信的测速比较差的啊，海外呢就无敌了，它基本上是10000兆的，波动还是比较大的，这个根据每个地区网络路由情况都会受一定影响。这边呢主要是欧洲区的一个延迟，到我们这儿200多属于正常的，这个是我实测的一个速度啊。当然这个是电信，硬盘 I/O 是非常好的，这我见过可能最高的了。回程它测不了，主力它就是一个海外业务的机器，也像 AZ 或者 AWS 那样的屏蔽我官网的被 CF 给拦截了。GitHub 上的版本啊，我的意见脚本
装机必备的。大家有什么新小机了，你就把这个脚本运行一下啊，该设置的全都能设置一下。这个是官方版，这个是我们 GitHub 的版本。你要说这两个版本有什么区别呢？就是一个长一个短，长的兼容性好，短的速度快，而且短的支持国内。到芬兰这台机器上用科技蓝的脚本，我们选择1，可以看一下基本情况。这边我们选择5啊，用大神的 BBR。我们这边直接开启12啊 BBR FQ 测试一下，我们选择8，我们使用缝合怪的9，我们选择1，按顺序看看还有没有我们没有挖掘到的测试数据。它这个参数呢，跟我之前测的那个标准是不一样的啊，它这边要除以4才能达到跟我们类似的标准。整体上 ARM 的性能还是没得说的，很强，装啥东西运行什么都是比较快的。迪士尼是 IPv6 可以解锁，芬兰的赫尔辛基市到德国的黑森州，这2个游走了一下，直接从德国到了中国广东，还又去了海南，神路由，这路由很飘啊。主要就是在这2个地都是它的机房嘛，它可以来回切到瑞典、到广州、到深圳，大概的路由其实差不多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德国厂商的机器，性价比是比较高的，但是欧盟规定嘛，要传一些证件，这个是逃不掉的。注册完以后呢，给到我们的机器还是非常强悍的，所以这种机器呢，侧重点是不同的，也可以自己挖掘对 VPS 的一个使用需求。像欧洲的主干到中国的话，基本上都是要通过德国枢纽。欢迎大家的收看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赶紧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积极评论点赞，给科技之蓝一些支持和帮助，拜拜。